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基金经理切尔西。在伯利和清湖资本收购切尔西之后呢，转眼已经3年了。只要你是足球迷，就知道过去3年切尔西有多疯狂。胖叔总结了切尔西2022年5月转手之后英超6强的转会支出，到今年8月12日截止。左边是买人花的钱，切尔西16.6亿一枝独秀；中间是卖人赚的钱，还是切尔西8.2亿傲视群雄。最后是净支出，仍然是切尔西8.3亿独领风骚。那我们看这个图啊，很显然有一个队和其他5个都不一样。没错，它就是曼联。7年净支出第2，怎么就你没进欧冠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是切尔西专场，就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实际上，不仅切尔西的支出独树一帜，它的操作细节更有意思。首先，它的转会量很大。到哈托为止，伯利时代的切尔西已经买了49人，等于是4年买了4套首发。那相比之下，利物浦和曼联各自花了10年才签下了49人。给各位红军和红魔球迷怀旧一下，往前倒49个签约，曼联呢是15年签下了赫雷拉，红军是14年签下了克莱因。当年胖叔在 FM 买克莱因踢右后卫还像是昨天，真是岁月如梭。其次呢是切尔西不仅能买，还会卖。这3年多，哥们卖了60多个人，而且还不是曼联那种含泪清仓大甩卖。如果我们把这8亿支出按时间整理，就会发现啊，绝大部分的净支出都在前2个窗口，22年5.4亿，23年1.8亿。最近这2年呢，切尔西靠着卖人，净支出已经低于6强平均了。那回到22年，全网都在嘲讽伯利不懂足球。那来到25年呢，切尔西不仅在转会市场开始扭亏为盈，赛场上也迎来丰收，拿下了欧协杯和世俱杯。那我们这才发现，这哥们儿有点东西啊。那毕竟清湖资本是全球顶尖的私募基金，他们也许彪，但绝不傻。切尔西的很多操作都暗含金融市场的投资理论。今天我们就聊3个知识点：第一 ，Core Satellite； 第2，足坛私募；第3，超越监管；第4，女主角跟你说亚萨戏，那到底是有戏还是没戏呢？那有朋友反映啊，能不能每次跳过前3点，直接讲第4点？那这个朋友呢，一看就是喜欢看欧美的影视作品，豪放派啊，喜欢单刀直入。那要知道，我们东方的作品啊，讲究欲说还休，曲径通幽，也就是 foreplay 啊，就是预热的意思啊。胖叔的频道不仅聊足球，还能学外语。如果你对英语、日语、粤语、法语、日语感兴趣的话呢，希望各位老公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爱你。Core Satellite 是一种资产配置的思路，那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叫做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，甚至不少朋友还会看到这样的图啊，基本意思就是你有10个鸡蛋，就把它放到10个篮子里。这个图可能是风险管理最出名，也是最具有误导性的解读之一，因为它把分散投资解读成了平均分散投资。如果平均的分散，那就只能有平均的结果，而你想要跑赢大盘呢，就必然需要偏见。你不得不在10个篮子里挑一个你觉得最坚固的，重仓押宝。那有朋友会说，那你选这个篮子要是破了咋整啊？那不是血本无归吗？那注意啊，我说的是重仓押宝，不是无脑梭哈啊。重仓押宝也是有讲究的，比如 Core Satellite， 直译过来呢是核心卫星的分配。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把大部分资产配置在核心，其余的分配在卫星。比如像这个图，80%的资产配置在核心，我们可以精选6个股票，最看好的 25%， 次看好的2个 16%， 然后3个 10%， 这 80% 的核心会是你回报的主要来源。剩余的 20% 呢，你就选5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啊，小赌怡情嘛，每个少配一点，它们就像围绕在核心周围的卫星。那很显然啊 ，Core Satellite 的模型很简单，但是要用好很难，因为这不是无脑分10份，一人10%了啊。谁该是 25%， 谁是 15%， 谁是 5%， 最终会决定你是跑赢大盘还是韭菜接盘。那说句题外话，如果各位刚刚接触投资，对 Core Satellite 有兴趣，那胖叔有个小建议啊，中间的 Core 呢，你先全都买大盘，把你看上的股票买成卫星，1年之后你回头看，你的卫星要是真跑赢大盘了，再把它们慢慢的换到核心。那有朋友会问，你在这巴巴讲半天，这跟切尔西有什么关系啊？分享一个冷知识啊，这个图就是胖叔基于切尔西23到24年转会创作的。那一年切尔西一共花了4亿4，那 25% 是这个 1.16 亿的凯塞多，2个 13% 呢是6000万的拉维亚和恩昆库啊，另外3个核心呢是帕尔默、迪萨奇和杰克逊。5个卫星呢现在已经走了3个了啊，佩特罗维奇和安杰洛都是1500万买的，现在2000多万卖掉了。乌格楚库呢，根据附加条款看，以后估计也有的赚。
那往前倒一年，模型也很相似，核心嘛，主要就是恩佐嘛，还有穆德里克、福法纳、库库雷利亚几个，卫星其实也卖了好几个嘛，胖叔就不展开了。那在投资界的核心卫星，到了切尔西，核心那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舰队核心。那当然了，你能买到凯塞多、帕尔默，自然也能买到穆德里克。投资就是这样嘛，市场有风险，爱拼才会赢。总体来看，切尔西的核心投资还是瑕不掩瑜。至于卫星，那老车迷都记得阿布当年出租车的时代啊，只是玻璃玩得更绝更大，从投资青训到直接投资半成品，这个我们在足坛私募的部分会再谈。如果把车子这个窗口的分配按照饼状图来看呢，虽然没有 Core Satellite 直观，但也能很显然的看出来和平均分配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，在配置资产的时候是有明显的侧重的。那有朋友会说，你这核心卫星的思路说这么热闹，不就是一边买大腿一边刮彩票吗？说的好像切尔西发明的一样，哪个球队不是这么转会的呀？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啊，胖叔最开始讲平均分散投资的这个图，其实也是基于一个球队过去3年的历史做的。弹幕猜猜看是哪个球队？3、2、1，曼联呗，还能是谁？霍伊伦、塞斯科、姆贝莫、库尼亚、芒特、卡塞米罗，20岁也好，30岁也好，甚至你只有1年合同也好，一律7000万拿下。那切尔西以为啊，像沈腾在西红柿首富里那才叫有钱，但是曼联知道，像发哥那样用钱点烟，那才叫真正的有钱。那这么业余的投资操作呢，胖叔前几年还在反思，是不是另有深意？毕竟格雷泽也好，拉爵也好，都是商场大鳄。就好像我开车上路，前面一个资深老司机突然开始逆行，那我一时以为逆行的是我，直到我发现旁边的车子跟我是一个方向，我才明白过来。曼联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你驾照买的吗？那话说回来啊，身为曼联球迷，每次做数据分析，自己的主队都是反例，胖叔的心也会痛。如果有跟胖叔一样心痛的曼联女粉丝，可以后台联系胖叔，咱们喝一杯。你不会喝不要紧，胖叔推荐一款百利甜，有点甜，年轻的女孩子都喜欢。说到年轻啊，就不得不说到青训。福格森以前说过，球队喜欢青训有2个原因，一呢是为一线队输血，二呢是做个 side business， 赚点外快。那这个概念算是被切尔西和曼城玩明白了，详情参见着作英超青训哪家强。但是车子现在倒卖马杜埃凯和乌戈楚库，和青训可不一样啊，反倒有点清湖资本 PE 的影子。PE Private Equity 就是私募基金。私募是干什么的呢？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的生命周期笼统的分为3个部分，那首先就叫 Startup， 就是初创时期，比如乔布斯在车库做苹果的时候。然后是 Growth， 就是增长期，公司开始有产品了，越做越大。最后呢就是 Mature， 就是成熟期。那不少弹幕已经发现了，这跟我们足球运动员的生命周期也很像。针对 Startup 投资的基金呢就叫 VC 啊，也就是风投。在足球世界就相当于是青训。10几岁的梅西呢，就像是在车库里的乔布斯。针对增长期投资的基金呢，就叫 PE 私募啊，也就是切尔西股东青湖的专业。他们会等到公司度过了初创阶段，有产品了，也有利润了，然后 PE 再投资，利用资本把企业做大，更上一层楼。这有点像多特啊，找到半成品加工再出售。等企业足够成熟了呢，一般不是被并购就是上市 IPO 了。这时候入局的都是金融界顶级的投行和基金。在足球世界呢，就像是食物链顶端的皇马收割球星，组一个银河战舰。那有朋友会问，你这图不是还有第4块吗？这最后一块 decline， 这不也是个周期？是啊 ，decline 就是企业的衰落期，强如瓦拉内、卡塞米罗、芒特，那最终也会迎来衰落期。但这个周期我们投资行业一般跳过不讲的呀，那毕竟基金都是要赚钱的嘛，谁会专门盯着衰落期的资产？在英超的 PE 最典型的布伦特福德和布莱顿，恰好都是美国老板，也不意外。那比如布莱顿18年从里尔1700万买入了比苏马，4年做上市，3000万卖给了热刺。比苏马套现了没关系嘛，同位置的凯塞多有潜力成为更大的项目。那凯塞多上市的那一年，布莱顿赚了1亿，转手2700万投资巴莱巴。那巴莱巴上市呢，应该是迟早的事情，只是不知道花落谁家了。因此海鸥蜜蜂啊，相当于是足坛私募，切尔西无非呢就是把这块业务现在也做了。那有朋友会问 ，PE 这么赚，曼城曼联他们为什么不做呢？那原因很简单啊，小妖需要练级，大球队有成绩的压力，没有空间练级。因此传统6强大部分还是采用一线队买成品加建青训的模式，抓资产周期的开头和结束。中间的这块呢，偶尔零星的做几单，大头还是外包给布莱顿他们了。但切尔西大胆假设，我能不能以赛代练，一边升级一边出成绩呢？那这个思路啊，相信每个玩 FM 的朋友都实现过，
但是足球不是 FM， 克鲁伊夫说过，一个18岁的孩子怎么跟30岁的职业球员竞争呢？但现代足球也许真的不一样。我们看这个图啊，这图是华尔街日报做的，版权归华尔街日报所有。上个赛季英超20个队，切尔西不仅有最庞大的阵容，一线队将近40个人，阵容也是最年轻的，平均年龄英超垫底，比2位 P1 大厂布莱顿和小蜜蜂还年轻。那这种大胆的思路，至少在上赛季的初期换来的还是球迷的嘲讽，更衣室爆炸呀，公务员合同啊。但事后诸葛亮来看啊，年轻热血，竞争上岗未必行不通。退一步讲，你有40个小年轻，来什么教练，想踢什么战术，都可以随便挑嘛。伯利来了这些年，教练不都换了5、6个了，完全没压力。车子的实验目前已经初见成效，未来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最后我们谈一下监管风险。大部分的平台呢都是监管强势，个体弱势。那比如胖叔想要3上自由，就会有平台限流。但是限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胖叔自我阉割。我们频道的宗旨就是不仅要赢球，而且要用正确的方式赢球。希望各位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我们一起上首页、上推荐、上热门，实现3上自由。但是在金融行业呢，恰恰相反，是监管弱势，基金强势。那毕竟金融行业最尖端的人才肯定在基金就职，而不会在监管部门领死工资。美国证监会就自嘲啊 ，SEC 想监管华尔街，就像是蹬着自行车追法拉利。那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基金在前头见缝插针，监管在后面亡羊补牢。因此我们看伯利花这么多钱，很多朋友会奇怪，财政公平法则怎么不管啊？答案是管是管了，但是车速太快追不上。从车子早先的8年合同分摊大法，到把自己的酒店、停车场、女足卖给母公司，车子把财政公平法则撞得千疮百孔，后头的监管补的是手忙脚乱。那具体超越监管的细节呢，请参见着作《英超豪门如何对抗财政公平法则》。那最新消息啊，今年7月，欧足联罚款车子3100万，并且威胁接下来4年还要再罚款6000万。但这在清湖看来应该都是小儿科了，毕竟规则都是为既得利益者定的，想打破平衡就要先打破规则。你看纽卡按照规则玩游戏，现在被压制的死死的。那当然了，部分原因也是大空子都被曼城当年钻完了，纽卡现在很难顶风作案。最后声明一点啊，胖叔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违法乱纪，所谓钱是英雄胆。车子曼城能够超越监管，是因为他们有顶尖的金融、财会和法务团队。严格来讲，他们并没有违规。那就像华尔街的一个笑话，一个高管把律师团队喊到办公室里，指着文件说：“我知道这个不合规，你们的工作就是把它给我变得合规。”那如果你没有车程的本钱呢，还是像胖叔一样洁身自好，遵纪守法。你看胖叔结婚之后，电视剧一出现出轨的情节，我都赶紧吓得捂住自己的眼睛。那说到出轨，我们该上课了。今天加点难度，代课老师是个秘密。以前上课都是阅读理解，今天是完形填空。这次课代表估计不那么容易猜出来番号了，大家记得一会儿去评论区看看，第一个猜对的，胖叔会置顶，下次请你喝奶茶。男主角独自在办公室加班，突然收到了女朋友的短信，短信说大好きだよ，这一次休息的时候我会让你いっぱい元気啊，好き就是喜欢，上节课的内容啊。大好き啊，就是大大的喜欢，就是好爱好爱你。元気元气啊，元気就是健康、精神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元气满满。いっぱい元気就是好好的给你元气啊，一定给你整到位。那连起来呢，就是好爱好爱你。这次休息日，我要让你好好的元気。那有朋友会问，好好的元気具体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？那胖叔才疏学浅，求教了一下 ChatGPT 啊。ChatGPT 说啊，いっぱい元気にしてあげる，并不是字面上的那么单纯，在情侣之间通常暗示拥抱、亲密互动、陪伴（括号甚至更亲密的事情），让你放松、开心、充满活力。审查人员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 ChatGPT 说的啊，有问题请你去找 OpenAI。那就在男主抓耳挠腮、喜上眉梢的时候呢，女经理端着2杯咖啡，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办公室。那一看到这个女主角，我们就知道不用等这次的休息日了，今天就可以好好的元気。那女主角看到男主在看手机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说你工作时间干什么呢？”然后男主就连连道歉。女主角微微一笑，把手里的1杯咖啡递给他，说：“你今天工作辛苦了。”你看这个经理真是大方啊！落座之后呢，女经理就坏笑着问：“是在跟女朋友发短信吗？”
男主就惭愧的点头说是的。女主说工作中还在发，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吧。でも気をつけなさいよ。科长可没有我那么優しいよ。優しい中文是人好，英文是 nice， 粤语是好 nice 噶。各位注意啊，優しい和傻逼系一样，都是关键词汇。只是傻逼系不看语境，只要听到就可以准备起脚打门了。但是優しい很吃环境。如果女生说你可真優しい啊，那就是没戏。如果女生说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優しい，那就是有戏。如果女生说科长可没有我那么優しい哟啊，那她就是傻逼系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，各位课代表加油啊！把你的番号留言告诉我，第一个答对的我请你喝奶茶。总结一下课程要点：第一，对家庭要忠诚，不要因为工作累就想着出去找人 ganky， 下班还是早点回家。上次我下班一进家门，胖嫂就问我，你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吗？我一下就 ganky 了。第二，任何平台都不是法外之地，面对监管，如果你只是个纽卡斯尔，人微言轻，那你就乖乖依法办事。审查人员，我这期视频连女主角的名字都没提，您看淹到这个程度，您满意了吗？哎呀，真的不能再淹了，再淹就成奴才了。第三，不能喜新厌旧，人家的确是吧，又年轻又能干，车身的线条流畅，车灯也很晃眼，但毕竟不是自家主队，胖叔的主队还是曼联。祝愿车子的车灯越来越亮，照亮斯坦福桥的前程。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，希望大家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爱你。